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请订阅和分享已更新有关当今最着名明星的最新信息。国色芳华李现双面人设里的演技高光，藏着古装男主新打开方式。在国色芳华播出之前，许多人讨论这部剧的焦点集中在女主和潍坊的成长型爽陷于女性经商叙事上，但随着剧情推进，观众逐渐发现，这部剧真正的暗线高光，恰恰藏在男主蒋长阳身上，而李现的表演，则让这个角色成为近几年古装剧中极具记忆点的男性形象之一。如果说国色芳华的成功，是因为他没有把野心写在脸上，那么蒋长阳这个人物的成功，恰恰在于他从头到尾都在隐藏。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完美男主，也不是单线成长的英雄人物，而是一个长期游走在伪装与真实之间，在个人情感与家国使命之间反复权衡的双面潜伏者。这样的角色对演员的要求远高于表面酥感，而李现恰恰交出了一份完成度极高的答卷。蒋长阳的核心魅力并不在于反转，而在于两种人格的长期共存。他对外是声名狼藉的花鸟使，沉迷珍禽异草，出入权贵府邸，周旋于酒色与利益之间，甚至被冠以天下第一贪官的骂名。而在暗处，他却是圣人布下的一枚关键暗棋，潜伏在宁王势力之中，搜集谋反证据，承担着随时可能牺牲的风险。这种角色如果处理不好，很容易变成前后割裂的工具人，要么纨绔演得过火，显得油滑虚假，要么忠勇写得太正，反而破坏伪装逻辑。李现的聪明之处在于他没有把蒋长阳演成两个完全不同的人，而是让这两种状态始终存在于同一个身体里。演纨绔面时，李现刻意收住了浮夸，他的松弛感来自肢体，而非表情失控。微微后仰的坐姿，随意却精准的手势，带点调侃意味的语气，再加上挑眉、眯眼等细微表情，让蒋长阳看起来确实像个玩世不恭、毫无威胁的贵公子。这种可信的伪装，反而让权贵们放松警惕。而当镜头转向密谈、密谋与独处时，李现的表演重心立刻发生变化，眼神收紧，下颌线绷住，语气变得低沉而稳定，没有刻意拔高音量，却天然带着决断力。这种切换不靠台词强调，而是通过气息与眼神完成，让观众在潜意识中接受了蒋长阳的真实身份。蒋长阳这个角色之所以立得住，并不是因为人设写得有多复杂，而是因为表演细节足够密集。李现对这个角色的塑造，藏在许多不被第一眼注意到的地方。他在进组前，专门针对古装人物的仪态、行礼规范和说话节奏进行了打磨。剧中蒋长阳无论穿常服还是朝服，始终保持着一种唐代贵公子特有的挺拔与松弛并存的气质。哪怕是被观众讨论颇多的高帽造型，李现依然通过稳定的站姿和步伐，维持了角色应有的威仪感，反而让伪装身份更具说服力。在情绪表达上，他同样避免了用力过猛。蒋长阳很少有情绪完全失控的时刻，大多数时候，他的紧张、焦虑、愤怒都是被压在理智之下的。这种克制恰恰符合一个长期潜伏者的心理状态。比如在得知关键线索出现时，他眼中的锐利一闪而过，却很快恢复漫不经心。在制定评判方案时，他的语气不疾不徐，却句句落点清晰。这种稳，不是冷漠，而是习惯了背负重量后的从容。蒋长阳与何潍坊的情感线，是国色芳华中最容易被低估的一部分。
他没有传统古偶中密集的甜宠桥段，却因为克制与尊重，反而更具真实感。而这条线能够成立，与李现的表演方式密不可分。他没有把蒋长阳的爱演成拯救者姿态，而是化作一系列沉默却持续的行动。在何为芳遭遇夫家刁难时，暗中相助促成和离；在他经商受阻时，以投资者身份提供资源，却不越界干预；在他坚持牡丹培育理想时，默默陪伴、倾尽支持。李现用眼神完成了大量情绪传递。面对何为芳，他的目光始终带着柔软的停留，不是占有，而是确认与守望。哪怕是在两人尚未明确情感的阶段，这种下意识的在意已经悄然成立，让观众感受到情感发展的自然轨迹。在情绪爆发戏中，李现的控制力同样值得称道。毒气密室救人一场戏里，砸门未果时他手指的轻颤、眼眶的泛红，都被控制在临界点，没有嘶吼，却让崩溃感溢出屏幕。而面对宁王心腹时，连贯的动作设计与低吼台词，则瞬间切换为果断杀伐的状态，爽感与逻辑并存。蒋长阳并非天生英雄，他的家国大义不是口号，而是长期选择的结果。为了江山安定与百姓安居，他甘愿背负骂名，隐藏真实身份，甚至接受被误解的结局。李现对这条线的处理没有刻意煽情，而是用稳定的气场去承载人物的信念。从潜伏到反击，从暗线布局到最终收网，他的表演始终保持着一种落子无悔的坚定感。最终功成身退，选择挂闲职，与何为芳归隐的结局，被他演绎的格外从容，不是逃避权力，而是清楚自己真正想要什么。从亲爱的、热爱的到国色芳华，李现用蒋长阳再次证明了自己的可塑性。他没有被流量标签固化，而是通过对角色的深度、礼节与细腻呈现，让一个双面潜伏者真正拥有了灵魂。蒋长阳的成功也为古装男主提供了一种新解法：不必完美，不必霸道，不必永远站在高光中，隐忍、智慧、克制与深情，这些被认真演出来的复杂性，反而让人物更具吸引力。而李现正是在这种复杂之中，完成了属于自己的演技高光时刻。